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Ben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当初接到这个脚本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个故事的设定，因为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加上我真的是从小看日剧长大的，松岛菜菜子、主演内丰、木村拓哉、生田恭子、松隆子等等，都是我小时候看他们演的戏长大，所以可以去日本拍戏一直是我的梦想。再加上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BL 剧，所以后来很快的就决定想要接演这部戏。我自己觉得 BL 题材很有趣，再加上日本又是正宗的 BL 发源地，那我觉得在真实的社会当中，如果两个男生一起谈恋爱，还是会有一些很现实的考量，但在 BL 的世界里，就好像一个童话故事，或是一个未来科技的世界，你可以很自由自在的谈恋爱，然后透过剧情，透过投入这个整个故事的角色的发展，去看看这两位男主角怎么萌生这个恋爱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新鲜。第一次看到杨文昌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爱。那他原本都是有点那种畏畏缩缩的感觉，但是透过整个剧情的故事的发展，然后还有阿苏玛桑的帮助之下，他慢慢发现他内心坚强的那一面，是我觉得很被这个杨文昌这个角色吸引的。我觉得他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他很坦诚，他很诚实，就是在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他会的事情，他不擅长的事情，他在面对工作的态度，他都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犯的错，或者是自己很真实的心情。就是像他喜欢上阿苏玛桑，他也是藏不住的。就是就算他要假装说我不喜欢你，可是他还是会被看出来说，他慢慢的已经被阿苏玛桑吸引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角色充满魅力的地方。在饰演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回到一个很对恋爱很懵懂，然后很不太确定喜欢上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心情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因为我自己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恋爱，所以在诠释杨文昌的过程当中，譬如说他看到阿苏玛桑跟其他女生搂搂抱抱的，开始有点吃醋。或者是他对阿苏玛桑想要讲出一些话来，可是却说不出口，那这个跟我本人的性格是有点落差，所以我觉得在诠释的过程当中，让我回想到以前真的在20几岁的时候，第一次初恋的感觉，喜欢上一个人很紧张的心情，所以的确有几场吃醋的戏啦，或者是对恋爱很懵懂，然后有一点点害羞的感觉。让我花了一点时间去回想一下我初恋的心情。对于社畜这个角色，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自己出道了18年，有10年是在演艺圈工作，有将近8年的时间是在做幕后的工作，所以社畜对我来说完全不陌生。因为我在做幕后工作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辛苦，每天疯狂的加班，很认真的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记得有一场戏是阿苏玛桑拉着样的领带说，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你自己重要？如果是回到那时候在做幕后，是身为社畜的我，应该会说，工作比较重要。所以对我来说，饰演社畜这个角色完全不困难，就我蛮能理解说怎么样认真的在工作里面去想要拼到一个自己的成就跟地位。但是也透过这个戏剧让我重新觉得说，其实除了工作很重要之外，谈恋爱也很重要哦。第一次见到卡鲁玛桑是在线上的会议，然后我们是透过视讯去对戏啦，然后彼此自我介绍。那他的外形是酷酷的、帅帅的，本来有一点怕怕的感觉，好像真的像样第一次见到阿苏玛桑的心情。但是在聊天啦、对戏的过程当中，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到后来正式见面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相处、很暖的一个人，就慢慢的好像，不知不觉的越来越在意这个人。在跟卡鲁马桑对戏的过程当中，有一幕我是真的吓一跳，就是这整部戏的开场戏。那时候我就看着阿苏玛桑为了救一个高中生，在跟一些不良少年打架。那时候卡鲁马桑是真的打，
然后武打动作啦都很扎实，所以我那时候在那边看的时候是觉得哇，忍不住会真的说出好帅，本当にかっこいいですね，就觉得哇好厉害哦，因为他的武打动作非常非常的帅气，就觉得哇，卡鲁马桑完全就是阿苏马桑本人。那我们两个在演戏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两个人还没有那么熟悉，就好像两个角色彼此互相认识的那个过程。所以到后面演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也是要我们演结局的顶楼的接吻的戏。我觉得有一个过程蛮有意思的，就是那时候我们刚好在拍那场戏之前先吃便当，那吃完便当就觉得等一下要拍接吻的戏，我就去刷牙。然后刷牙的时候就看到卡鲁马桑也在刷牙，就觉得两个人等一下要接吻了，觉得很害羞，又觉得两个人很可爱的感觉。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是，卡鲁马桑很喜欢台湾，他来台湾旅游过很多次，也会讲一点点中文。那我自己呢是非常非常喜欢去日本旅游的，所以我大概去过日本快40几次吧，很多，超惊人。所以我觉得未来有很多机会是卡鲁马桑来台湾的时候，我可以招待他去吃好吃的，去一些他没去过好玩的地方。那也很期待我去日本的时候可以跟他见面，可以一起去喝一杯，然后叙叙旧。因为整个拍摄的过程其实都蛮顺利的，然后每一天拍蛮多。那我觉得有一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日本的 BL 剧，有一部是《大叔的爱》。那我们在拍到我们办公室的场景的时候，那一天我走进去就觉得，这个地方好眼熟哦，怎么好像看过？可是我就一直想不起来在哪里看过，直到我看到旁边有一个那个广告的牌子跟海报，发现是大叔的爱拍摄的场景，然后是我看过的 BL 剧，所以我就觉得那一天拍摄我都很珍惜那一整天的感觉，因为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BL 剧，然后我自己又在那边演出 BL 剧，所以我就在那里摸那个办公桌，觉得好开心哦，本当に嬉しいですね。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拍最后一场的顶楼的戏，因为那一天是台风夜，所以那一天是风跟雨跟雷电都超级超级大，所以我们只能抢很中间的空档，譬如说可能刚好雨停的10分钟，我们就要快点站上去，然后演我跟阿苏玛桑重逢的戏。可是可能演到一半已经快要哭了，或是要很感动，快要接吻了，嘣就开始下大雨。所以那一天那场戏拍了大概有5个小时左右吧，真的拍很久。虽然只是短短的1-2分钟，但是我们拍了非常久。然后接吻也因为下雨啦，然后因为天气的关系也亲了很多次，所以那一场戏也让我真的印象深刻。如果大家仔细看那个片段，其实有几个画面虽然没有下雨，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阿苏玛桑或是样的身后的云，这种啪雷电的感觉在这部戏里面，是我第一次演出的角色跟另外一个男生谈恋爱，所以对我来说蛮新鲜的，也会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跟诠释比较好。但后来我觉得就像这个剧里的状态一样，就是这个剧里阿苏玛桑跟样在一起，或是两个人彼此互相喜欢的心情，在这个剧里的剧情都是非常自然的，所以他们遇到的困难并不是性别的议题，而是两个人在剧情发展当中遇到的一些生活的困境。所以我觉得在演出这个剧当中，也让我更感受很深的就是，其实恋爱真的不分性别，然后 BL 剧可以用很 open mind， 然后用很开放的心情去看待两个男生的恋爱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拍这部戏还有另外一个发现，就是用日文表达情感跟用中文表达情感方式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我原本会的日文都是一些很基础的旅游用的，トイレとどこですか？これいくらですか？都是会这些很简单的。所以在拍戏的背台词的过程当中，发现原来用日文讲一件事情跟用中文讲一件事情的说法跟语速会很不一样。因为可能中文讲说你好吗只是3个字，可是对于日文来说可能会变比较长，所以变比较长的时候就是要用不同的语速去表达情感。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有感觉，就是阿苏玛桑肚子受伤的时候
那样带他回去他的办公室，帮他做疗伤那一场戏。我觉得那一场戏，我跟卡鲁马桑两个人的互动跟日文的交流，蛮有感觉的。因为那场戏也是一样，第一次有一个比较不同的那一面跑出来，就是没有像平常那么畏畏缩缩，他是很真实的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那阿苏玛桑呢，也展现了他很脆弱的那一面，所以我觉得那一场戏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第一个，我学会了怎么用日文去表达演员的情感啦，讲事情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那一场戏是很珍贵的，可以难得看到一样跟阿苏玛桑很不同的一面。因为我的外表的关系，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啊，阿本很适合演像小朋友啦，或者比较可爱卡哇伊的角色，或是像样这样一点畏畏缩缩的。但其实我本人性格有很强势的那一面，所以接下来我正在筹备的作品，也可以请大家好好期待一下，就是会个性比较强势一点，态度比较凶悍一点，有点像阿苏玛桑的感觉，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咯。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拍戏，那我觉得当然跟在台湾拍戏的氛围很不一样，因为第一个语言就完全不同，那整个团队只有我一个台湾人，所以去到那边有一点陌生的感觉，但是我被照顾得很好，因为这个团队真的非常专业，就是从很多的小细节的规划啦，到拍摄的排程啦，以及我们两个角色怎么样很快速的在这个拍摄时间里可以彼此熟悉，我觉得都做了很棒的一个准备。所以我去拍的时候，整体是真的非常非常顺利，很感谢大家的照顾。而且我觉得本来故事就是台湾人跟日本人在东京发生的一个爱情故事，所以透过这样两地的合作呢，也让这个作品感觉更生动，我觉得很棒。哇，真的哦，已经有两百多万人，哇，好厉害哦！因为当初在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心情是很单纯的，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的诠释，让大家看到杨文昌这个角色从台湾到东京工作，他辛苦的地方，他想要努力完成的梦想，以及后来遇到阿苏玛桑喜欢上他，越来越在意他的心情。所以这样一个黑帮跟社畜的角色，有来自世界各地、世界各国的朋友很喜欢，我是真的很感谢，很感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用力的支持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让阿苏玛桑跟杨文昌继续谈恋爱，有第二季、第三季，然后带来更多作品送给大家，谢谢你们。Hello，来自世界各国各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本。很开心大家很喜欢我跟卡鲁马桑一起演出的《霸道黑帮与胆小社畜超越国界的爱》这部我首次演出的 BL 作品。那很多朋友跟我说，他其实很喜欢样这个角色，因为他从一开始的很胆小，到受到阿苏玛桑的一些影响之后，开始充满了勇气跟坚强去面对自己人生的困境。所以他觉得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也带给他很多的勇气。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也有为这部戏剧制作了一首宣传曲，叫做《练习》。这首歌曲呢，大家可以看到样真的很不一样的那一面，有点可爱，对恋爱充满了憧憬，把他的心情用歌曲唱出来的感觉，也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很特别的彩蛋呢，就是在 MV 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样从东京回到台湾的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请大家多多用力的好好支持一下哦，谢谢。